在中国，你买的新车其实已经是二手的了。没错，在这个遥遥领先的时代，中国车企已经内卷到连卖车这件事都不讲武德了。你以为你买的是一台闪闪发光、未经人手的全新电动车，结果一查保险，居然早就上牌了，被过户了，甚至连保险都生效好几个月了。这不是诈骗，这比诈骗还高明。根据路透社的独家调查，中国电动汽车行业这次爆雷的主角不是小品牌，而是自称高端豪华的极客汽车和新势力代表哪吒汽车。调查披露，哪吒汽车在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之间，通过提前为车辆上保险的方式，虚报销量高达64719辆。注意，这个数字占到了它同期总销量的1半以上。这已经不是擦边球，这就是明晃晃的财务造假。极客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其在厦门的经销商厦门建发，用一模一样的操作方式，把没卖出去的车强行算作已售。至于客户买到的新车，其实早在后台数据里已经是二手车了。这类车辆有个专门的名词，0公里二手车，指的是上了保险、办了手续，但还没开几公里的车。他们从法律角度已经不再是新车，但却被堂而皇之的当作新车销售给消费者，甚至在财务报表中灌水，用来欺骗投资者。贵州的蔡先生明明掏了5万元定金，买的是2025款极客001，结果拿到手一查，居然是2024年12月生产的库存车。交涉过程艰难曲折，最后在强烈投诉下才勉强换车。而重庆的程先生更惨，签合同才发现购车主体根本不是极客，而是厦门傲瀚汽车公司，车子早就上了交强险。广州的李先生则直接掉进钓鱼页面，签合同的是厦门欧航，车早在去年就投保了。而这些人只是冰山一角，目前已有超过8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极客车主组成维权群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都被骗了。买到的新车其实早就变成了二手车，但销售在整个过程中只字未提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0公里二手车不仅伤害了消费者，也严重误导了市场。我们回头来看极客的财务数据，或许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根据中国证券报报道，极客汽车在2024年12月销量神奇地飙升至 2.92 万辆，创下全年新高。业内人士指出，这种异常现象很可能就是靠批量出货给关联公司，再当二手车回流市场的方式实现的。再看哪吒汽车，公司户销售占比竟高达 63%， 远超行业平均的 11.3%。在河北邢台，这个数字更是夸张的飙到了 95.3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哪吒卖的车里几乎10辆有9辆是自卖自夸的假销量。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中国汽车行业正陷入一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价格战与库存内卷。产能过剩，资金紧张，只有靠虚增销量才能撑住股价，获得融资才能活下去。这不仅是企业的求生式造假，更是资本市场的大型幻觉制造机。面对舆论炸锅，极客终于忍不住出面回应了。在7月20日的微博声明中，极客官方试图洗白相关车辆是展车，并未进行注册登记，因此仍属于新车。听起来合理，但事实狠狠打脸。红星资本局的报道中，车主陈小姐明确表示，销售过程没有任何一人提及展车身份，更别提提前告知已经上了保险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些车辆的合同签约主体大多是第三方公司，如厦门欧航、厦门傲瀚。这些公司虽然是建发汽车旗下企业，却与极客本体没有任何直接股权关系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我卖的车不是我的，卖给你时还不告诉你，我赚完就跑。
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个别企业的道德滑坡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二手车交易量达到1961.42万辆，同比增长6.52%。其中，新能源车中零公里二手车占比高达3%至5%。这不是边缘现象，而是行业共谋。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甚至公开发声，称这是一场信用崩盘式的内卷。而业内估算，仅2025年上半年，零公里二手车数量就可能逼近100万辆。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中国对外出口的新能源二手车中，超过90%都是零公里二手车。这意味着，连出口市场都被这种歪风邪气污染。很多车辆为了规避欧盟的安全标准，以二手车身份混入市场。这种合法欺骗，让整个中国制造形象都受到了沉重打击。说到底，一个企业造假，也许只是贪婪，但一整个行业都在造假，那就是体制性失灵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种赤裸裸的销量造假、财务粉饰、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能堂而皇之地持续多年？原因其实简单又残酷。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有时候就是幕后推手。极客与哪吒的零公里二手车操作为何在厦门最频繁？看看厦门建发、厦门奥汉、厦门欧航这些关联公司，背后都与地方国资背景脱不开关系。他们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帮车企出货，更是在帮忙地方政府完成招商引资、产值考核、GDP 增长任务。政府需要漂亮的数字，车企就负责画大饼。GDP 要冲高，销量就得先造出来。更别提哪吒汽车的母公司合众新能源，总部就在浙江桐乡，一直是地方重点扶持项目，享受了大量补贴。数据显示，哪吒曾在2022年获得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。如果哪吒撑不住了，地方财政和就业都要炸锅，那当然只能呼到底。一句话，监管和被监管者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这种造假手法并不是哪吒和极客首创，中国电动车行业早就进入了比谁敢亏、谁敢骗、谁敢骗得漂亮的怪圈。早在2020年，威马汽车就因库存车造假风波被曝光。2022年，小鹏汽车也被质疑通过回购方式虚增销量。哪吒、极客只是最新的一批接力者。为了在销量排行榜上遥遥领先，大家不惜用尽一切手段。曾经价格战已经够惨，如今虚报战更是要命。这不仅是车企间的竞争，更是对消费者、对投资人、对整个中国制造信誉的系统性摧毁。你知道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买到的每一辆国产车，你看到的每一张销售榜单，甚至你投的每一笔新能源股票，可能都建立在一堆谎言上。为什么企业明知风险巨大，仍执意提前确认收入？因为一旦销量数字上来了，账面营收就能做得漂亮，财务报表就能粉饰太平。这样不但有利于获得融资，保住估值，还能骗来政府的补贴和政策资源。就以极客为例，其母公司吉利正谋求在香港 IPO。如果没有这些漂亮的虚增销量，极客哪来的底气对资本市场喊出估值1000亿的口号？哪吒也是一样，在冲刺 IPO、引进战略投资人的关键阶段，只有拿得出增长神话，才能撑起企业故事。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资本游戏。而你我甚至成千上万的普通消费者，只是他们表演的布景板。销量虚报的另一面，是中国电动车的真实库存已堆积如山。据乘联会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底，全国乘用车行业总库存已超560万辆，为历史最高水平。其中，新能源车占比高达48.2%，成为库存王。
而这些堆积如山的车辆里，有相当部分就是所谓零公里二手车，卖不出去怎么办？只能向外倾销。据经济观察报援引消息人士称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对外出口的新能源二手车总量已突破17万辆，其中高达90%为零公里状态。这些车辆大部分流向东南亚、中东、俄罗斯和部分非洲国家，甚至有部分流入欧洲边缘市场。业内人士直言，这种垃圾式出口行为极可能在不久后引发国际舆论与反倾销调查。届时，中国制造不仅无法出海，还可能因诚信问题被全球市场拒绝。很多人问，这只是个别现象吧？车企不都在努力创新吗？你错了。当销量可以虚构，当财务可以包装，当新车可以伪装成二手，那么行业的创新土壤已经被摧毁殆尽。在这种生态下，真正想做实业、做技术的企业根本无法存活。那些拼良心、拼服务的品牌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爆单的同行拿走融资、政府补贴、市场话语权。这不是市场竞争，这是劣币驱逐良币。一位不愿具名的行业高管哀叹：如果再不整顿，这个行业真的就完了。遥遥领先4个字，如今听起来讽刺的令人发笑。表面看是销量暴涨，背后是诚信崩塌；表面看是出口全球，背后是质量问题、法律漏洞和造假骗局。这场关于零公里二手车的风暴，不仅揭开了一个行业的腐烂真相，更暴露出中国制造在诚信、监管与资本面前的深层次危机。它提醒我们，如果一个行业只能靠造假活命，那它就离死亡不远了。